提起马里布，大家的记忆可能依然停留在前不久的马里布大火，但是现在的马里布，大部分地区已经恢复到了往日的正常生活。今天和我们一起开箱一栋2025年全新建造的太平洋海景豪宅。房屋车道大门旁边也有供行人使用的侧门，入口处几乎看不到房屋的主体。车道右边预留的花坛位置也不小，顺着蜿蜒的车道继续往前面走，路边还特意留出来一个可以坐下来放松的空间，毕竟前院的纵深太大了，两边如果全是绿植的话会显得有些单调。继续往前走，感受着海风和周边已经做好的绿化的同时，这点还是不错的。主房部分也已经开始若隐若现了，旁边也有预留出来的访客停车位，或者呢给维护人员来使用。看完前院的车道以后，我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座 ADU。 它的这个房子因为它的地块也是个长条的，从外到内，所以它的 ADU 是在它的主房的前面，等于这样可以给主房一个更好的遮挡作用吧。因为你从车道从前门根本是完全看不到主房的，这样也给你更多的引人入胜的感觉。那伴随着我们车道过来， ADU 里面设施其实蛮不错的，层高很高，空间也很敞亮。我觉得它这个 ADU 做的更像一个娱乐间，里面有自己的卧室、自己的卫生间、自己的衣帽间，全部都有。尺寸装修的规格也全部都是按照我现在身后的主房来了，没有任何的马虎。外面用了更多的偏意大利式风格的这种石砖的表面贴的墙。主房可以看到，我们从这边的车道10道下来以后，也是用的这种人工假草和水泥地面做的这种相衬的铺设。过来映入眼帘的可以看到，它用的是比较偏American farmhouse 的感觉。那下面也是用了一些石块贴在墙面上，和它的 ADU 做了一定的石材上面、材料上面的呼应。侧面有更多的绿植，两侧有更多的灌木丛绿化。很难想象这是一个还在建造、没有完全做完的房子，它已经把绿化给你完善到这样了。也是马里布这边环境确实是很好。先映入眼帘的是正对着的2个大车库，其实是一个车库，2个车库门里面各能停2辆车，也就是一个4车室内车库的一个空间，里面地面也都刷好的油漆，空间也不错，而且里面的柜子收纳打的也是非常的齐全，非常的好用。它等于是把进房间的换衣帽的区域它做到了车库里面。那跟着镜头再来这边可以看到的是房屋的正门，正门这边的建筑就比较明显了，黑色、白色和这些白色的木板做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一个台阶上来，它室内室外都在用的是同一种石板，就包括它的后院也是这样的，上面都有一些自然的一些材料的纹理。往这边过来2步，左手边这边是一个小侧门，打开以后是去它房屋下面的一个下层空间的一个小露台。那正对着这边整个伸出来的屋檐下面也有小的射灯，正门呢也是非常大的 pivot door。我们现在一起进去看一看它室内的空间。通过正门这个非常大的 pivot door， 现在也是现代豪宅的标配了。进来以后就首先到达的是它的foyer的空间。其实镜头里面大家已经能看到了，后面整个的 floor 就已经展现在你眼前了。但在这边先跟我们停一下 Licky 往后走2步。我们现在的foyer这个空间是一个人字顶，上面全部都用木板进行了铺设，非常漂亮的一个现代的挂灯挂在这个屋子的正上方，像一个花瓣一样垂下来，还是蛮漂亮，有种纱的感觉，但也是亚克力的材质应该是。那进来以后首先面对的是直接一个现代化的这种钢化玻璃扶手楼梯，直接上到2楼。我的左手边这边呢是一个进来的 powder room 客位，用的也是非常漂亮的 travertine 的动石的台面，用的是 polish 的表面。
左边这一侧呢是一个下楼的楼梯的空间，它的楼梯空间往下面还有一个楼下的休息区域，一会儿下去为大家展示。周围墙壁呢也是和室外的材料做了一些呼应，用了这种石料，跟室外的墙面是一样的，非常漂亮的挂灯也是挂在了这边。镜头先来我的右手边，往这边呢是冲向它车库的位置。车库它的换衣服进来以后，比如换鞋的空间，它把柜子打到了车库里面，因为它车库空间很大，它其实是很深的车库，地面也都刷好了 epoxy， 我觉得车库还是做的还是挺漂亮的。往这一侧转过来是楼下的一个套间，尺寸非常好。可以看到一定的海景，同时有自己的卫生间、自己的衣帽间，装修也还不错。整体来讲，它是没有马虎，风格也是在线的。那先来我身后这边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和大家介绍。那首先过来的这一边是它的正式的 living room， 因为它属于一个完全 open 的一个 floor plan， 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居座的区域。这是进来的第一个居座的区域，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区域从这边坐下来。它的两侧，它因为那边是正门，那这一侧全部都是落地拉门，两侧都是有自然光线可以进来的，很舒适的一个范围。放在这边可以看到，身后也是用了非常大的动石的石板做了一个铺设，下面是一个 fireplace， 比较低，这个是那种灌那个油的，咱们经常用的那种往里面蓄油的那种的，它不是用的天然气。然后这边有一个 fireplace 可以生些火，因为马里布其实整体来讲气温还是比较低的。但坐的空间是很舒适的。那这边先把房屋的基本信息给到大家：房屋5个卧室，8个卫生间，室内面积9200平方英尺，占地面积将近1.5平方英亩，要价1955万5千。这个价格在马里布，大家觉得值不值？那跟着我们看完房子，应该就有一个结论了。镜头我们继续走。刚才说过，所有侧面这边全部都是落地的拉门。所以从这边也会有更好的自然光采进来。除了自然光以外，其实从这边已经能够通过后院、景观、泳池看到远处的太平洋景观了。它是一个海景房，在马里布山上的房子并不是都能看到海景的，但它在这边已经有非常棒的海景了，这是一个它的亮点。那随着我们的镜头来到了这边，也就是它的正餐厅的空间，也是放在了房屋比较居中的位置，一个非常漂亮的10人餐桌。那紧挨着就是前面的第一会客区。以及餐厅过渡过来正对的就是厨房，房屋楼上楼下全部通体，室内都铺的 white oak 的木地板，厨房的颜色的风格搭配，这里面大家实际上可以能轻松的看得出来，它是一个偏暖色系的风格，但是它大量的石料的台面呢，让它显起来更加的现代，而且用的都是这种金色带一点圆弧的把手，这也是稍微一些小细节不太一样。咖啡机更多的台面空间，上面的玻璃展示柜，全部你的碗筷都能放进去。那冰箱更不用说吧 ，Mealy 的冰箱，一个冰箱加上一个冻箱，两边全部都放好。那它用的也是基本上都是没有门把手，就是只能靠你自己去推。木板也是和整个厨房的木板统一的。小细节的特点就是厨房中岛岛台的这一侧的木板，它下面的材质的表面呢，也是用我们上次那个房子看的这种带一些蓝山的这种凹凸的表面做的，有更多的层次感吧。好像这种元素，好像这些设计师是不是都互相打招呼？我感觉就一开始用，大家都在开始用，应该是一些比较 popular 的。就是他们设计圈的网红款，可能最近比较兴这个。这边有一个 pocket door， 收起来是一个储物空间 ，pantry 非常好用。往这边转过来，这是它主岛台以外的 sink 以外的第二个的洗碗槽，在这边可以开窗，看到正面的水景、车道以及来人，也是非常好的。这边是它的垃圾柜、洗碗机，左右各有一个，也是 Mealy 的品牌，没有任何的问题。往这一侧过来。隔着中间的岛台上面是非常漂亮的一些挂灯，他们家的灯是Ralph Lauren 的，全部都是 Ralph Lauren 的。这个选择我还是挺少见的，用他们家的灯，第一次见，可能我们看的房子还不够多。这个岛台这一侧下面呢是它的微波炉，那这边是一个60寸带烤盘的红钮的 Wolf， 下面是2个烤箱。上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抽风系统，也同样是用这种材质的木板做了一个完整的包围。那所有的台面也是一样都做了起来，一直到顶的位置也是做得很满。往这边有更多的收纳空间，我还是挺喜欢它这个带点弧度的这个把手的，不同的材质给你感觉
颜色线条会不太一样，蛮舒适的，非常精致。往这边走，其实这个房子，别看2000尺，但我觉得它是一个别看是1000将近2000万，但它是一个在马里布感觉是适合小家庭能住进来的地方，并不是那种豪华的大别野的感觉。那么这边过来，其实我左右手两边，这是它的1楼的第2个居座的区域。更多的，如果非要分的话，你就把它当成 family room 好了。那两侧呢，同样都是有这种落地的拉门，不光冲海景的一边，这边冲山景的这边依然落地拉门，全部都可以推开，而且它的滑动门系统是很好用的。Vicky 应该是刚才已经有用到了嘛？是小的开关5金键都是非常的精美。我是第一回见到。非常的简约风，对不对？全部拉开以后，侧面的围绕的阳台啊，是从这边一直围一圈，围到了这边，可以直接通达后院。那这边它也是摆了一个坐的区域，这也是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区域，因为坐在这边，你想象这个画面啊，你就坐在这边，窗户门全打开，看着远处的青山，今天还有点阴阴的，山上有些雾气，远处的太平洋，后院全部都收在你的眼前，那真的是太漂亮了。从它这一侧门出来，可以看到它整个围绕的这个屋外伸出来的屋檐的下面，全部都是用同样的木板，包括墙面做了铺设。我觉得这种搭配现在在马里布还是蛮合适的，因为马里布山上等于在 Santa Monica Mountain 这边可以和更多的自然环境做一个更好的融合。如果你做一个纯黑纯白的太现代的建筑放在这上面，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好看，会有点突兀。所以有些自然的元素作为点缀是 OK 的。侧面是一个楼梯下去，就是说我们下面能看到的那个伸出来的休息空间。身后这边就可以看到是它整个后院的泳池的空间了。泳池也是做了一个 Infinity Pool， 从这边可以直接看到太平洋的景观。前面有一些零星的棕榈树作为一个点缀，实际上这几个棕榈树是隔壁家的。你说是好还是不好？挺好，挺好，是不是？你也不用去捡了，捡这个东西是挺麻烦的。泳池的尺寸其实不错的，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热泡池的地方，巴哈 Shelf 的潜水区。泳池从这边循环过去，不能跟 Jetline View 去比，但是呢，你也能感觉是那种流入大海的水池的感觉，很舒服。泳池整个的周围的砖地面就跟正门的院子里面的地面是一样的，室内的外面的地面也是这种白色的地砖直接铺过来。走到尽头这边的外面都是一些人，都是真的草地了。其实这个泳池的尺寸在这边的房子来讲就算 OK 了，因为你泡在里面不光是海景啊，山上你也能看得到。今天呢，就是稍微有点阴天的感觉。其实对于我们南加州来讲，阴天还是蛮难得的。这个天气就不冷不热，就非常舒适，在海边会感觉更加的清凉一些。大量的真草的草地，这个东西现在反正就因人而异吧。我们可能更喜欢一些假草，但真草确实给人的感觉是真草，是假草，比不了的，带不来的。我们这边是它的户外的一个烤肉台，那边是它的烤肉炉，几个高吧椅也是做了高低吧台的设计。这个材料还真用的很多啊，是不是？地面连它这个台面都是用的这个材料。你是觉得这个好吗？因为我是觉得它纹理有点太多了。我感觉对这个可以换一种，因为它地板上已经用的到处都是。但我还挺喜欢这材质，感觉很古朴。你看它纹理上更多自然的东西，是吧？它对有一些这种化石感。对，然后这边呢有更多的坐的区域，一个室外的小的篝火。这一侧呢就是一个室外的就餐区，也是同样放了一个10人桌啊，真的是不小。现在马里布这个地方，说实话，在室外就个餐，觉得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因为环境确实舒适，是适合做一些活动。对啊，海边的活动、派对、聚会都可以。那这边呢有一个水景，进门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细心的观众看到了啊，就是其实这个我们自己也讨论，是不是把和前面那个换一下更好？你看它的规模以及上面做起来的这个形式，感觉更像适合放在前门。那前面那个就显得比较简简单单的感觉了。侧面是侧院，直接能出去。这边你可以看到大量的黑色罗兰石，它为做这一个水景拿出这么大一个区域，还是蛮可以的，对不对？那么整个后院为大家介绍完了，跟着我们先下去。哎，这个房子还有地下的空间。从一正门的楼梯下来，到了它地下的空间。实际这个房子呢，它并不是一个完成的状态。地下空间其实有一半在这个门的后面。现在它里面是未来要做成一个
比如电影院，或者是游戏间，或者是放松的一个 man cave 的空间，它整个几乎地下占了一半啊，尺寸真的是占的挺多。大概它还没做完，未来呢做好了以后，我们这个价格呢是全部都包括在内的。往这边走过来呢，就是它地下的卫生间，可以洗澡的，它不是一个半卫，所以我就在想，它楼下这边未来会不会再隔出来一个房间？反正现在是5房，对，不知道它以后是怎么安排了啊。往这边呢，等于是它地下这层的公共空间了。地下这层公共空间可以看到，其实也是在这边来讲，利用的是隐私比较好，外面来讲不会都看到这里面。那正常使用来讲的话，自己比如想做点什么安静的 project， 在这下面是 OK 的。同样也是有这种落地的拉门，这个空间更像是一个后院和前院的一个连接处的一个存在的感觉，是对不对？门外的那个空间感觉挺舒服的。是，走出来以后，我觉得你看它下面这些做的空间，因为咱们正常来讲的房子都会有一个侧院可以到后院嘛，它等于两侧都能过去。它从正门的这个通道，如果访客过来了，想直接去后院，从这边下来直接过去就可以了。而且围着这一圈，在这边简单坐一坐，放松一下也是完全没问题的。伸出来的屋檐下面同样也用木板完整的做了铺设。那我们整个地下这层就为大家介绍完了。最后，跟我们上去看一下主卧室，主人休息的那一层。上到2楼，同样 Y-OC 的地面。其实它这种屋顶的设计，咱们现在很多的房子都这样见过了，上面这种人字的木板铺设的，而且它这有点像 reclaim 木，并不是那种非常细腻的表面。往身后去之前，这边是它的 laundry room 洗衣房。洗衣房其实它两侧各有一个洗衣机和烘干机，就是同时能洗的衣服还是挺多的。但这个房子其实不太适合大家庭，我觉得就适合2口子带2个小孩，一个小孩我觉得就 OK 了。往这边。这是它和主卧室两侧正对着卧室，非常大的床，身后是它的卫生间，用的非常漂亮的石料，简约的设计。它的衣帽间里面全部都是用木头打好的这些柜橱架子，也都是收纳好的。这个屋子的特点呢，就是通过这个法式开窗，能够直接看到一些海景，太平洋的海景，所以这是它这个卧室的亮点。那最漂亮其实还是主卧室。沿着走廊，我们继续往另一侧走。你说它这种玄关进来2楼的楼梯的画面，其实给人感觉确实很舒服，很心旷神怡啊。但是如果阳光大了的时候，像今天阴天，大家不会觉得；有时候阳光大的时候，这边会不会太亮太热了？可能我们在这边会有这个担忧啊。往这边，我的右手边是主卧室，进去之前左边是它的一个现在 staging 成了书房，空间尺寸是不错的，包括自己的卫生间都是能洗澡的。那未来想做成卧室也是可以的。这一边就是它的主卧室，主卧室进来以后，其实正对着是卫生间啊。但去卫生间之前，实际上我身后的这个门打开了以后，一个长长的衣帽间，这是女士衣帽间，它的收纳空间还是挺多的。它是不是等于是把主2楼的走廊的背面的那一长条都给它了？是。所以真的，这个哪个女士的话，我觉得这个衣帽间应该能满足她们的需求了，没问题。镜头稍微转过来一点，正对的是它的卫生间的空间。首先，马桶在那边磨砂的玻璃，保证一定的隐私。它整个的洗手台、双洗手池全部都放在了同样的一侧。那用的木柜门，大家也可以看到，也是这种特殊造型的，它是实木的，所以应该是做好了以后直接用机器做成这个样子的波浪的形状。石料也是非常漂亮的石板，一个整个的镜子，两侧挂的灯，同样品牌嘛，全部都是 Ralph Lauren 的。他们家在灯上还是愿意花钱的啊。这边 freestand 的一个像半个鸡蛋一样的浴缸，直接放在这边，因为你可以泡在这里面，看到透过身后的这个玻璃啊，其实是一个落地拉门，可以看到远处的太平洋景观。想象这个画面啊，如果是今天是夏天，太阳比较热的时候。你在这里面泡个澡，把这个拉门全打开，听着远处的海，看着远处的海，还是挺不错的。我觉得它这个地儿用拉门的选择一定是好的，它要放个落地窗可能就差一点可玩性。对，很漂亮，因为出去就是阳台了。我们再往这边走过来，一个咱们见过最简易的女生的梳妆台，但用料扎实，built in。
是，你这句话说的没错，但其实基本的化妆也 OK 了，就是了。往这一侧过来是它的里面的淋浴房的空间，尺寸可以看到非常的大啊，不光门口有一组花洒，里面靠内侧也有一组花洒，然后顶部呢也有这个 overhead shower， 其实同时可以满足2个人在里面，如果需要同时淋浴是完全 OK 的。当然，如果更好的话，再加一个 steam shower 的功能，那就更完美了，对不对？我们继续往前面走。卫生间出来到往里面走，主卧室靠内侧，这边就是它睡房的空间，非常大的一个 king size 的床放在这边。其实躺在这边角度，如果是安排好的话，是能够看到一些 partial 的海景的。通过你的窗户也好，通过你的落地拉门，隔着阳台，其实大海感觉，因为你高一些嘛，所以觉得其实离海感觉还是挺近的，但实际上还是比较远的。它很多潮气能上来吗？有限，比在海边上的会稍微好一些。然后主卧室的空间呢，你可以看它是个异形屋顶，所以觉得你的层高会比外面更高一些。然后这边是它主卧室的一个 retreat 坐的空间，那正对着那边其实看到是一个大的 picture window， 看到的是 Santa Monica 山脉的景观，山上今天飘的那些海上的海雾，跟云一样飘在山上啊，别有一番感觉。那这边，说完女士的衣帽间，没想到男士的衣帽间隔得这么远，放在了这一侧。但里面的材质用料还是蛮扎实的，而且尺寸来讲，我觉得也是够了，比咱们之前看过的其实很多男士衣帽间都要大很多。镜头最后再转回来到这一侧，可以看到它的拉门在很多地方都是就是能用滑动门的地方，它就不会用那种法式双开门，所以几乎你都是能打开到一个比较大的角度，从这边直接站在你的阳台上，通过你的这个后院泳池看到远处的太平洋的海景，甚至为什么呢？每天还能看日落，想想这个画面也是蛮不错的，是不是？今天呢，这栋房子我们整个就为大家展示完了。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